莫看过去，那是成就如今你的勋章；莫想未来，如今你前进的样子就是未来的模样。相信我，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光影23室，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我是阿月，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一起来看完美的日子。故事开始前，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2023年，日本东京，天气的一抹橙黄还没完全展露朝阳的模样，平山就要在这蒙蒙亮的天色中叠被子起床了。刷牙、洗脸、修胡子，为盆栽浇上适量的水，再静静观赏一会儿。待这一切琐事完毕后，他才慢条斯理换上工作服，拿好手机、车钥匙，推开了家门。平山是一名清洁工，工作内容是打扫涩谷区的公共厕所，而他每天早上出门时，总会习惯性抬头望天，深吸一口这饱含晨露的清新空气，再用一罐咖啡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前往工作的路上，平山播放起收藏的老式磁带，吉米·亨德里克斯、披头士、滚石，这些经典的60、70年代摇滚乐队都是他的最爱。当街上行人都还耷拉着眉眼，遮掩不住困意时，平山就已在这迷幻而充满律动的贝斯线条中，精神抖擞地驶向了工作岗位。下车以后，他利落整饬好所需的清洁工具，确认厕所内没人，平山会放下警示牌，擦拭洗漱台，清理马桶，再有条不紊收拾起地上散落的垃圾。整个工作过程中，一片纸屑，一个烟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平山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认真的近乎虔诚。即便是无人会注意到的小便池深处，他也会借助镜子仔细查看，确保没有丝毫污渍残留。好像他对待的不是一间厕所，而是一座需要精心打理的佛堂，容不得半点马虎。清扫期间难免会有人进来，弄脏平山刚刚清理好的地方，而他也没有丝毫怨言。人来了，他就会安静走开，看一会儿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在这细微的自然之声里，寻得一份独属于自己的意趣。平山的搭档叫做阿龙，是一个毛毛躁躁的年轻人。这不，阿龙今天又迟到了，而他一见到平山便开启了抱怨模式，嘟囔着厕所的清扫工作有多么棘手，多么令人厌烦。草草清理完负责的区域后，阿龙更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刷起了手机。平山没有理会他的抱怨，也没去指责他的工作态度，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享受自己的工作生活。至于其他人怎么看怎么不满，那就都与自己无关了。平山打扫完这个区域后，立即转战至下一个地点，而这是一处颇有童话趣味的厕所。他每次拉开门，总会在里面找到令人意想不到的小惊喜，比如几个躲在里面捉迷藏的小孩子，比如一个找不到妈妈的小男孩。听着小男孩的啜泣声，平山终于说出今天的第一句话。どうした？等到他耐心哄好男孩，平山便牵起他的手，陪他一起找妈妈。可随后赶来的女人面对平山，不仅连声道谢都没有，甚至还质问他是什么人。随后掏出湿纸巾，不断擦拭男孩的手，仿佛孩子是被什么脏东西碰过一般。而平山眼中全程没有丝毫波动，他既不解释也不愤怒，就这样默默站在一旁。反正这样嫌弃的态度，这些年来他也不知见过了多少，而这些都不过是江上清风，吹过便消散无痕，根本不值得放在心上。他还有许多快乐的事等待他去探索发掘，比如最后那孩子的笑容，总会有美好的意外等待着他。结束上午的忙碌后，平山来到公园吃午饭。晌午时分，阳光透过枝叶的下隙，洒落一地细碎金黄。这样的景致在东京每逢好天气时都颇为常见，可就在平山眼里却成了难得的美景。平山热爱摄影，但他的摄影从不讲究构图与参数，他只想捕捉那一瞬间的美好，留下那一刹那的好心情。平山从包中掏出胶卷相机，用复古的黑白色调定格了这个平凡却又阳光灿烂的午后。平山小心带走土里新长出来的嫩芽，而他家中的那些植物也都是从自然中采集而来，生于大地，取于大地，最后再归于大地。是平山在这样普通而又简单的生活里
一直追求的小小幸福。他今天又看见了那个疯癫的流浪汉，在阳光下舒展肢体，人人对他避之不及，唯有平山看得目不转睛。在他眼中，那流浪汉就像一株沐浴阳光的植物，正从泥土里抽枝发芽，充满了自然的生命力。不同于阿龙对这份工作的厌倦，平山只觉这份工作处处都充满了惊喜，因为简单与重复并不代表着日复一日的一成不变。他今天帮助小孩子找到妈妈了，教会外国人使用断电才变雾面的透明厕所了。每天平山都会在公厕附近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如此丰富的日常又怎能说是枯燥无味呢？下了班后的平山会回家换上舒适亲肤的棉麻衬衫，再骑上那吱呀作响的老式自行车，去公共浴室里洗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而他积攒一整天的劳累也就随着温热的水流从每一个舒张的毛孔中被悄然带走。平山洗过澡后会留在大厅里看一会儿电视，可夏天的雷阵雨总是来得突然又急促，他手里悠悠摇起的蒲扇无法驱散暴雨来临前的闷热，但那天边传来的轰隆雷声显然无法阻挡平山去吃饭的脚步。他冲进雨里来到常去的那家苍蝇馆子，面对店家的热络招呼，平山却没有过多言语，他只是默默喝上一口冰爽气泡水，再搭配一碟充满锅气的小炒，任由老友们讨论球赛的喧闹声在耳边环绕，最后再乘着夜色登车回到小屋。如此简单又自在的日子，平山一过就是数十年。而在这样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年代，平山却像是守着破落寺庙的老僧，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悠然独乐。他的家中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睡前的娱乐活动仅仅是去阅读那些从旧书摊讨来的二手文库本。平山看了几页福克纳的《野棕榈》后，睡意也渐渐上涌，在那流动的文字与意象中，不见梦境的光怪陆离，也没有扰人心绪的繁杂思绪，只留下一片与世隔绝的安宁与祥和。他彻底睡了过去。天边又是那一抹橙黄的金光，起床后又是那一套不变的流程，大街上又是那些带有困意却步履不停的行人。平山也还是带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满腔热情，抵达过去每一天都不曾变过的工作地点，开始了新一天的劳动。一切似乎都未曾改变，一切又似乎在悄然改变。比如今天的云层比昨天的更加厚实，今天挑选的摇滚音乐比昨天的旋律更轻柔，而今天的搭档阿龙也表现得有些反常，干起活来居然格外卖力。原来他所追求的女孩小彩就在厕所门外等着他，而阿龙见小彩送货的车子出现问题，便央求平山开车载他们一程。一路上，阿龙像只求偶的孔雀，叽叽喳喳絮叨个不停，小彩却被平山收藏的摇滚磁带所吸引，跟着旋律慢慢哼唱起来。平山没想到打扮时髦，浑身散发都市气息的小彩居然会和自己一样喜欢这种老式磁带，迷恋过去70、80年代的摇滚音乐。在这样一个智能手机遍地的时代，还能遇见如此契合的知音，平山心中涌起一股别样的欣喜。可等到小彩下车后，他还没高兴多久，阿龙就拉着他去二手音像店，说要卖掉他的那些磁带，用作晚上小彩下班后和他去约会的资金。因为平山的几盘磁带小众且年份久远，老板开出的价格竟高达数万日元，但那些都是平山的珍藏，他自然不肯答应。然而阿龙又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平山最后还是掏空钱夹，借钱给他去约会。可就在回去的路上，平山的车子没油了，如果不是送阿龙2人一程，车子的油本该够他回家，而他此刻又没钱加油。无奈之下，平山只好忍痛卖掉一盘磁带，当做回家的路费。到家时，天色已经很晚了。今天的平山没有去洗澡，也没有去吃饭看球，只能翻出一桶泡面，草草应付了2口。一直以来，平山能维持着固定的生活节奏，得益于他能够和人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疏离却不冷漠，友善却不热络。他没有爱人，也不需要爱人，可今天只因不好意思拒绝他人，导致生活节奏被完全打乱，这令平山感到一股久违的烦躁。
连平日里最能让他静心的书也没能读进去几页。然而今晚的梦境有些不同寻常，不再是婆娑树影与流动文字，而是出现了一只属于小彩的眼睛。新的一天如期而至，平山依旧重复昨天的步骤，按时起床上班，一丝不苟打扫公厕。休息的片刻里，他注意到身着各色衣物的行人来来往往，而他们的身影倒映在光滑的墙面上，随着移动，影子也在交织变换，如同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向前不断翻涌。平山能做的就是站在这河流的岸边，默默观察这多姿多彩的人世间。打扫厕所时，平山在洗手台的夹缝里发现一张画有井字旗的纸条，他本来是当作垃圾随手扔进了袋子中，可在前往下一站时，平山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也许和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来一场井字旗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在纸上留下自己下一步，随后将纸条塞回了原处。今天的生活终于重新回到既定的轨道上，上班下班，泡澡吃饭，睡前看书，一切还是那么有条不紊，没有出现一丝差错。熟悉的节奏让平山内心安宁，一夜未见的摇曳枝叶与斑驳树影于今晚的梦中再度浮现。在那隐约朦胧的树叶沙沙作响声里，平山渐渐沉入了满是平和与惬意的深梦中。新的一天，新的周而复始，然而看似平淡如水的日常，细微处却藏着许多不期而遇的小惊喜，等待他去发现。昨天留下的井字旗被画上了新的一步，平山不知道对方是何模样，来自城市的哪个角落，但那并不重要，无需言语，仅通过简单的符号就能在彼此间建立起微妙联系。他享受的正是这种属于陌生人之间的无声互动。平山给出下一步，才将纸条放了回去。下班之前突然出现的小彩喊住平山，将磁带还给了他。原来那天下车前，阿龙在小彩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磁带偷偷塞进了他的包里，可小彩还想和平山再听一遍这盘磁带。依照如今网络的发达程度，小彩其实随便打开一个听歌软件就能搜到他喜欢的歌，随时随地听起来。可偏偏只有听着这盘老式磁带，小彩才能找回那种无法言喻的感觉。情动之下，他鼓起勇气在平山的脸上留下蜻蜓点水的一吻，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这一吻在平山心中激起了千层浪，旖旎的心绪仿佛好久都没有经历过。他努力平复心情，来到澡堂，期望水流能带走纷杂思绪。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虽然阻止不了别人的进入，但是他依然觉得一切都应该如同清风拂山岗，来去无痕，不扰内心半点安宁。所以他从不会与人建立过多的牵绊。平山回到家，他躺在夕阳的余晖里，在耳畔萦绕的柔和旋律中，他又梦见了那棵天穹下的大树，无需攀附任何人过活，只需将根系牢牢扎入大地，在阳光下，在风中，便能舒展枝叶，摇曳生姿。醒来后，索性天还没黑，平山便骑车去饭馆吃饭，睡前再花些时间阅读。如此平淡而略有起伏的一天，就这样悄然流逝了。这一晚，平山的梦中出现了那盘井字旗，交错的线条里记录着他和一个陌生人的你来我往，而这不也是一种微小而确实的幸福与满足吗？在忙碌了一周后，平山终于迎来了他的休息日。直到那暖融融的晨光透过窗户洒落在床榻之上，他才悠悠转醒。平山起床后，先将工作服送去洗衣房，再去寺庙里简单的祭拜一下，随后又走进照相馆，带走冲印好的照片，为相机换上新的胶卷。而只有在休息日，平山才有空打扫他的屋子。楼上的空间并不大，却整齐摆满了他珍藏的磁带和书籍。在自己波澜不惊的生活里，或许他们才是那唯一真正懂自己的挚友，无需言语交流，便能在灵魂深处产生共鸣，一路相伴，走过岁岁年年。随后平山检查起冲印的照片，他将废片通通撕掉，再将那些正常的照片仔细保存起来。等到下午，平山便会去旧书店淘一本二手书，他一眼就相中了《星天文》这本关于树木的散文。平山高高兴兴结了账，
开始期待起今晚的阅读时光。而在这个不用上班的晚上，平山会去酒馆小酌一杯，老板娘也算是多年的老相识。相较于店里那些离婚后就满嘴抱怨的男人们，老板娘更喜欢沉默寡言却一身诗意气质的平山。她专门送上许多小菜给平山，随后又在众人的起哄声里唱起一首古老的民谣。而无论是周身男人投来的羡慕眼光，还是老板娘那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眸，平山都只是微微一笑，什么话也不说。在这快节奏的时代里，他有他自己的原则，一个人喝酒，一个人上班，一个人生活，孤独却不会寂寞。而今晚的梦里，平山在朦胧的枝叶之间看见了老板娘的剪影，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梦幻感觉。可他从不准备去触碰，也从不准备去一探究竟，就这样远远的观望便够了。次日清晨，平山如往常一样去上班，他拿出井字旗，落下新的一步。其实平山和对方都有过获胜的机会，但他们不约而同的全部避开了，因为胜利不是这场棋局的趣味所在。在这样看似平淡的生活里，享受偶然的遇见，享受彼此间不经意流露的默契，才是这段经历最宝贵的所在。中午吃饭时，平山再一次遇见了上次一起吃饭的女人，对方身上干练利落的西装，显然是坐办公室的白领，而女人不时投来的诧异目光，似是在嫌弃平山的存在。毕竟她的工作服后绣着大大的厕所二字，可平山这一次依旧是礼貌地向她点头致意。在平山眼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他可以和流浪汉问好，可以和大树问好，所以面对眼前这位职场白领，他的态度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而女人似是被平山身上的那股坦荡所感染，再一次看过来时，眼里多了几分诧异与好奇。平山规规矩矩过完这一天后，怎么都没想到外甥女妮可竟会突然找过来，但他没有去细究原因，或许是和家人吵架了吧，就和当年的自己一样。平山让妮可睡在楼上，自己则在厨房里打了地铺。次日上班时，他轻手轻脚地去做往日流程，却还是不慎吵醒了妮可。妮可醒来后非要跟着他一起去上班，平山只好多买一罐咖啡，带着副驾驶的外甥女一起前往工作地点。和小彩一样，妮可同样对那些磁带产生了兴趣，可这种上世纪流行的产物在当下几乎快要消失了。对于妮可这样新生代的孩子来说，磁带完全是个陌生物件。他甚至询问平山能否把磁带插进手机里使用。等到了目的地，妮可的好奇心又转向了平山的工作。平日里他在网上刷到的大多是各种新鲜有趣的短视频，像这样沉下心来近距离观察一个清洁工清理厕所还是头一回。打扫地面、擦拭便器、清理屋子，人人避之不及的工作内容，在平山这里却仿佛成了一场庄重仪式，处处彰显着他对这份工作的虔诚与认真。中午去公园用餐，平山习惯性拿出相机拍下他的那些树朋友。在这满是植物清香的微风中，妮可抬头仰望树叶里漏下的细碎光芒，他感到一股真正的宁静，也触摸到平山的精神世界，便掏出小时候平山送给自己的胶片机，走向大树和舅舅的朋友们打招呼。这好像是自己的世界第一次得到了他人理解。于是平山这一次没再去拍树叶与光影，而是在取景框里定格了一张妮可与大树的合照。到了第二天，妮可便开始跟着平山学习如何打扫厕所。休息时分，他又会坐在公园的树荫里阅读舅舅买来的二手书。妮可其实很好奇平山和母亲究竟发生过什么矛盾，才导致他这一走就是再也不回来。但对于平山来说，无论风再大雨再急，那都已经是过去了。他如今的生活就像是一潭平静的湖水，只会泛起偶尔的涟漪，涟漪过后还是无尽的宁静与和谐。而妮可此次离家出走，也确实是与母亲闹了矛盾，才将舅舅这里当做了避风港。好在二人还算同频，平山便不得不去学着习惯身边多一个影子的生活。回去的路上，妮可想起母亲评价过舅舅的一句话，她说自己和平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平山闻言还是那副淡淡的模样。这个世界看似很大，大到能装下几十亿人，实际上
人与人生活在巨大的差异之中，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存在着天壤之别。姐姐永远不会理解他甘于贫穷的选择，她也不会去渴求那份理解。对她而言，坚守自己的生活节奏，把日子过得舒心自在就已足够。在经过大桥时，妮可望着宽阔的河面，突然想去看看海了。这显然不在平山既定的生活规划内，他便推辞说下次再去。面对外甥女的不依不饶，平山只好强调，下次的意思就是以后，而以后嘛，就是以后的某个时间点，反正不会是现在，因为他们当下要做的是迎着夕阳的余晖，赶紧骑车回家。但妮可的那本书还没读完，就在楼下遇见了等候多时的母亲，他只好不情不愿上楼收拾行李。而平山面对多年不见的姐姐，尽管眼里闪过激动，但依旧保持了一份不远不近的疏离感。姐姐看着平山比自己苍老许多的面容，还是不敢相信富贵大家族出身的弟弟竟肯窝在一栋破落屋子里去做打扫厕所的清洁工。他递上弟弟过去最爱吃的那家巧克力，告诉他父亲这些年已经变了很多，忘记了很多事，有空去养老院看看他吧。然而平山自从与父亲决裂后，就没再想过回头。他的设想里，自己本该是冷静地目送姐姐与外甥女坐上那辆豪车扬长而去，但真到了这分别的一刻，平山还是没能控制住情绪，上前拥抱了姐姐。他无牵无挂过了这么多年，可当面对眼前的亲人时，却还是无法做到彻底抛弃过往，无法割舍那份根植于血脉里的亲情。过去伤害了他，却也实实在在塑造了他。平山能做的唯有不断提醒自己，要学着向前看，看清此时此刻脚下的每一步，在岁月的长河里，在固定的生活轨迹中，慢慢释怀曾经的爱与恨。今夜平山梦见了那个做出离家决定的下午，他只身一人骑着单车，在黑与白的世界里决绝地向家的反方向奔去，并且永不会回头。新的一天再次来临，平山收拾好心情，准备迎接着循环往复的又一天。未曾想搭档阿龙突然辞职，公司又没能找到员工来替岗，突然增加1倍工作量，彻底打破平山生活节奏。他没有时间去拍树影，没有时间去观察生活里细微的波澜。从清晨到黄昏，他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当平山终于结束一天的工作时，天色已然漆黑，而往常下班后必做的洗澡、吃饭、看书更是想都不要想。持续的生活让平山感到一股莫名的烦躁。他第一次在电话里大发脾气，催促公司赶紧找人，随后拖着满身疲惫回到家中，连灯都没来得及开，便一头栽倒，沉沉睡去。好在公司第二天派来一个叫做佐藤的清洁工来接手阿龙的工作。平山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微笑，看来生活总算回到正轨上了，而他也终于与那名陌生人下完了这盘井字棋。结果没有胜负，是个平局，和对方在纸上画下的笑脸却让平山的内心泛起了丝丝涟漪，他也忍不住笑起来，将纸条收进了口袋。下班回去的路上，平山在路口又一次看见了那个疯癫的流浪汉。流浪汉年岁已高，此刻正颤颤巍巍地在街口游荡，而他那迟缓的步伐、摇摇欲坠的身影，在周围小跑着抢时间的都市白领中显得格格不入。平山望着流浪汉那花白的头发，突然意识到了时间的残酷。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周遭的一切看似没有变化，可时间却从不会为谁停留。这个夜晚，平山睡得格外不安稳，梦中沙沙树影下掩盖的是那个衰老到如同枯枝败叶的流浪汉。雨水在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惊醒了平山，也打湿了他的心绪。他感到一股难言的悲伤与压抑。记忆中强势威严的父亲，姐姐说他已老到忘记了许多事，而那个曾在阳光下像树一样坚毅的流浪汉，如今却又像干枯的枝芽那般萎缩。那么属于自己的时间还剩多少呢？一觉醒来，又是一个休息日。平山压下心头忧郁，像往常一样去洗工作服，买二手书，再去小酒馆准备小酌一杯。可他怎么都没想到会撞见老板娘与一个男人拥抱。尴尬万分的平山连忙慌张跑开，
而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又一次破坏了他休假日的秩序。平山只好买来烟与酒，去河边疏解郁闷。但他已经很久都没抽过烟了，吸进体内的烟雾呛得他连连咳嗽。而就在这时，与老板娘抱在一起的男人向他走了过来。原来男人是老板娘的前夫，两人离婚已有7年。他之所以会回来，是因为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他想再见老板娘最后一面。平山一时了然，可任何安慰的话语在死亡面前都显得苍白而无力。他转而将一罐啤酒递给男人，在易拉罐被拉开的啪的一声中，男人看着倒映在水面上的光影，不禁好奇，如果影子重叠在一起，是否会变得更黑？但他已来不及想清楚这个问题了。然而一想到生命要在不明不白中结束，他便觉一阵不甘心。是啊，平山在心中默默叹了一口气，还有那么多问题没能解决，就要迎来衰老与死亡。可总是叹气也没什么用，平山便拉着男人来到路灯下做起实验，而重叠的影子没有任何变化。他却不禁想起小时经常和姐姐一起玩的踩影子游戏。平山和男人在路灯下追逐彼此的影子，因死亡而涌起的愁绪便在这欢声笑语里被冲散了不少。平山不善言辞，他也处理不了人面对死亡时的恐惧与惆怅。他能做的只有用一个儿时的游戏送给男人一份温暖与美好。这个晚上，平山的梦里没有出现任何人的样貌，有的只是那树影与流水，那一份蕴含于万物中的自在与淡然。次日清晨醒来，平山又一次遵循往日足迹，踏上前往工作地点的公路。而他迎着那轮冉冉升起的朝阳，平山笑了出来。他笑过去遇见的人和事，笑每一天自己都能发现的小小美好。可他笑着笑着又突然哭了出来，为那些错过的亲情而深感遗憾，为那些在死亡边缘徘徊的生命而落泪。但在笑与泪过后，又会是崭新的一天。太阳照常升起，生活依旧继续，而平山要做的就是继续保持一份平和与宁静，在自己所追逐的生活道路上不惧风雨，亦不被过往的遗憾与悲伤所束缚，稳步前行。全篇完。哦，对了，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室相互陪伴，告别虚妄，回归本真。完美的日子是2023年日本剧情片，故事本身没有明确交代平山的过往，但从细节中可以看出他的过去绝不匹配清洁工的工作。然而平山又并非无奈跌入低层，而是早年处于自我意愿做出的选择。在旁人眼中，他的工作不够体面，赚不了多少钱，物欲便也被压到了最低限度。平山的精神世界却极为富足，一棵树，一朵花，就是一个独特的世界。而每刷完一个厕所，于他而言也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电影的情节确实平淡如水，可那关于树影婆娑的镜头却让我感触颇深。我曾在某个明媚的午后突然醒来，安静的房间，嘈杂的街道，尘埃在阳光里飞舞，轻的只要一点风就能吹走，心却像雨过天晴的天空，只剩下纯净的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心，会满足，那样的感觉实在是难以用言语准确描绘出来，可那一瞬间的幸福又是如此真实。年少时以为平淡无奇是乏味的代名词，总是一心向往更璀璨的未知，却忽略了正经历着的最真实最珍贵的当下。反观那些在名利场中奔波忙碌的人，可曾在夜深人静时真正的反思自己的内心，可曾认认真真的问过自己，自己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是功成名就后的满足，还是内心深处的宁静？如今光影23室已经启用了热推功能，通过台湾朋友们的点击支持，可以帮阿月实现影片的更广泛曝光。具体操作步骤在说明栏中有详细说明，这将有助于我结识更多的观众朋友。阿月在此先行谢过，真诚希望在台湾的您能帮我尝试一下。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室的播客列表，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室，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